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离异过，跟他在一起就是想让他成为我跟孩子的靠山，但是他现在对我们根本不上心，对这段感情也没有任何激情。我觉得他太霸道了，总是让我按照他的想法做事儿，还老挑我的毛病，一点也不替我着想。他口口声声说爱我，但是他根本不懂得和身边的异性保持距离，我现在很没有安全感。他太敏感了，我是真心对待他，但他却总是疑神疑鬼的，对我一点信任都没有，我真的很无奈。有请这对情侣，有请。荣先生30岁，来自吉林，外卖员；王女士30岁，来自吉林，公司职员。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你好。资料上面说您是离异的。对，我是离异带个孩子，然后离异5年了。孩子多大呀？孩子今年7岁。男孩女孩啊？女孩。你是？我一直单身好多年了。单身好多年了。对啊，有过婚史吗？我的意思。没有哈。对。怎么认识的呀？就之前在聊天软件上聊天认识的。谈了1年了是吧？对对对，1年多点。今天为什么来呀？他要来。是我要来的，因为我觉得相处1年多了嘛，他对我的这段感情感觉没有激情了，然后我感觉我一直在付出，看不见一点点的回报，然后我现在感觉要走不下去了。说说吧，怎么就觉得撑不下去了？因为我这不是离婚5年了嘛，然后一直是单身的状态，那这孩子比较小嘛，现在孩子也大了，我也想自己的事情了嘛，然后我就通过软件不认识他了嘛。我也有点私心吧，就想找一个依靠吧。这样，我前夫总时不时的变着法的一直就欺负我们母女2个。因为离婚协议当时写的是每个月给我们女儿1000块钱的抚养费，然后现在每个月只给500，然后他还拖欠。在离婚之前吧，孩子的爷爷就是种地嘛，差了点钱，就是在我的母亲头上贷了3万块钱的贷款，在离婚协议也写到了，但是一直没还。我以各种理由，然后他也不还我。你看我要不来，我就觉得我认识他了嘛，因为他是我的依靠啊，他是我的所有了呀，对吧？我就想让他去帮我要这个钱，然后他呢，我表达完之后，他就心不甘情不愿，他说啊，为什么就我去要这个钱呢？主持人，我这钱我没法去帮他要啊。你听到他说的重点吗？他前夫的父母用他父母里面去借的那个贷款。那你是我现在最亲的人。那么复杂的家庭关系，我现在我只是他男朋友，我怎么去掺和进去啊？还有主持人，就是我前夫不是知道我这个处了一个新男朋友吗？然后就来我家里找事儿嘛，然后就跟他说，就是啊，你们2个处对象可以，但是你必须得好好对我姑娘。你如果对我姑娘不好的情况下，那我就给你俩搅黄了。他当时听了就特别生气，然后就跟我前夫说的啊，你抚养费给的这么少，然后你还拖欠，那如果说你觉得我对你姑娘不好的情况下，那你就把她带走啊！我还不想跟一个拖油瓶在这处对象呢。那你说他说的什么话呀？虽然说气话，但我觉得就是真心话呀。我那不是真心话，主持人。你说如果我真嫌弃他带个孩子，我嫌弃他有拖油瓶，我当初为什么要选择跟他在一起，对不对？我那就是当时跟他前夫我吵吵起来，我生气，我就是想埋汰他，我恶心他。我觉得气话就是真心话，你就是嫌弃我带孩子吗？你自己嫌弃自己吗？我不嫌弃啊，那不就完了吗？我倒觉得他那个话是个气话，我真就是气话，就是上头了。我觉得是个气话，因为如果他真的在乎的话，他不会跟你交往。他对我的女儿就是一点关心都没有，就是做不到视如己出。有一次半夜10点多了，然后孩子高烧了，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过来吧。他3个小时之后到的医院。你说你让我怎么想啊？主持人，我平时很辛苦送外卖，其实正好我那天我单特别多，我送了得5、6、10单，我下班回家就有点晚了，我特别累，躺床我就睡觉了。他给我电话打起来了，我醒了，那我就去呗。但是我累一天，我头确实有点晕，我寻思我缓一缓我再起来。就你送外卖都能这么准时，当我和孩子需要你的时候，你迟到3个小时你才到这，那你不是你先弄清楚，那孩子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啊。但是他接受我了，他得接受我的孩子呀。他接受了，他去了，他还是没放在心上啊。我只是累了，我不是我一点不关心，我不去。
对吧？我去了，我只不过我当时我确实难受，我去的晚了。而且我觉得他说的也很坦诚，我就是特别累，我想再喘口气儿，我再走，结果没想到我又睡过去了。那我觉得他挺那我在需要他的时候他没到场，那我什么都弄完了他再去的，那我觉得那我还不如我自己呢，我找他做什么呀？他的意义在于你在那一刻精神上有人帮助你。不，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不给孩子他爹打电话呢？他爹那个该出现的不是应该孩子他爹吗？他爹本来就是没有责任心呢。对，他爹都没有责任心，一个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为什么要对他有责任心呢？就因为爱你吗？那我觉得爱我就得要接受我的全部。接受了呀，去了呀，去晚了呀，没有达标啊，仅此而已啊。那我也接受不了。我为什么跟你说不要指望他对他视如己出呢？你那还是个闺女，保持一定的距离，对大家都挺好的。那我后来也让我，因为孩子也达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嘛，然后孩子的户口还在长春老家啊，然后我就让我妈妈把孩子接回去吧。我说我妈妈来了，你是不是应该见一面呢？是不是应该感谢一下啊？然后他当时就急了，你知道吗？我倒不是急眼了、生气了，我就是不想去见他妈妈。他妈妈她本来就看不上我，嫌弃我送外卖的。那你说我俩在一起其实也没有多久，那我感觉就没有必要去见呢。是我妈对你印象不好，也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但那毕竟是我母亲，你见一见也是很正常的呀。那我最后我不也去了吗？你去了，你拉了个大脸，就是我妈，反正说的也比较难听吧。我妈说我不太看好你们之间的感情，然后你这么也不待见我外孙女，那我就把我外孙女带走呗。以后你们两个任何事情你都不要告诉我，咱们就自己过自己的。他们两个之间就怼起来了，知道吧？他还说了一些，就是那孩子你不是应该的吗？那我为什么要感谢他呀？对我母亲我觉得很不尊重。主持人，这事儿我承认，我当时我态度确实不太好，但是我感觉我说的话没有错。哎，这事儿你要客观冷静的说呀，就不该这么急赤白脸的就见父母。你们这八字还没一撇，见什么妈妈呀？这事儿我觉得你真的没有处理好，咱就心平气的说，你说让他感谢啥？他把我的孩子带走呀。不是，那是你的孩子，跟他，我们还是说这孩子跟他有什么关系？你可能听起来觉得特别冷酷啊，就好像不近人情味儿啊。但是你客观的冷静下来，你仔细想，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个关你过不了，你再婚这件事儿就特别难。你得先把这个心理坎儿过去了，才好办。你就想他为啥要感谢你妈带了你的孩子？该感谢的是你前夫和你，跟他没有关系。就是因为，而且孩子是他要求送走的吗？不是，对孩子也不是那么太上心呢。他30岁，他没有结过婚，他没有孩子，他怎么对孩子上心？一个7岁的女孩，你让她怎么去？是，他没有当过爹啊，就是没有这种经验。那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着呀，对不对呀？一点这个心劲儿都没有。你要求太高了，你选错了人，我只能这么说。如果你的目标是给孩子选一个后爹的话，那这个人应该是有过当爹经历的人，或者他也带着一个孩子，你们俩这样可能能达到你的要求。你要求一个30岁都没当过爹的男人，按照你那个标准，真的挺难的。我就觉得他跟我妈妈也是比较陌生的嘛，也不怎么去接触嘛。然后每次打视频的时候，他在旁边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感觉也很不礼貌。不，这只能说明你有问题。那每次他跟他妈妈打视频的时候，我都会主动去跟阿姨去。这也说明你有问题，你没有分寸感。那我觉得应该有沟通上的呀。那只是你觉得，你太着急了。我们再往下听，还有什么？还有就是，他让我没有安全感。他处了一个2年前女友，每隔1、2个月，他的前女友又去喝多的时候，去到楼下去找他。他还当做老好人，他每次还打车给人送回去。我不是打车给他送回去了，我是叫个出租车，让出租车送他回去。还有一次就是我碰见了，你知道吗？然后他前女友还对我挑衅，他说：“姐姐，你跟他分手吧，啊，我后悔了，我们要复合。”他呢在旁边，然后还要给他送回去，然后我就急了，我说：“为什么还要送你啊？”我说：“那你就给你父母打电话，让你父母来接你呗。”然后他后来他感觉就是挂不住脸了嘛，他前女友就走了。他前女友是始终拿他是当做一个提款机似的，你知道吧？他在打工嘛，工地，然后每到开工资的时候，他会给他2/3，然后就给他前女友。就这种状态，
我觉得他前女友在我这儿就感觉就是个定时炸弹，你知道吧？还有就是微信，还有所有的联系方式、电话呀，什么都不删除。我让他删，他也不删。你是还是想跟你前女友复合吗？我没想过跟他复合，他不就是没有安全感吗？对吧？我给他安全感呢。我前女友她总是喝多了之后来找我，想在楼下堵我，我搬走了，对不对？我让他找不到我，不就完事了吗？那你为什么不删呢？你都搬走了，你为啥不删除所有的联系方式？那你这心里想的是什么呀？我们俩在一起2年也是有感情，对不对？虽然我们不可能有感情，为什么要接触下一段感情啊？分手归分手，那不可能就是当仇人了吧，对不对？那你那么宠他，那你就我不宠你吗？我也宠你呀，对不对？除了前女友还有个女闺蜜。那不是女闺蜜，那就是邻居家一起长大的，比我大几岁的一个姐姐，我们都当哥们儿处。就是女人的第六感，见到她女闺蜜，我都感觉我特不喜欢她。他们俩有时候还约，每天一起吃个饭呢什么的。那你这是什么作为呀？我们俩要是有事儿，这么些年，那不早就有事儿了吗？对不对？我都告诉他了，我说你俩不要单独去见面，因为我也在这儿。就是你俩有什么事情的情况下，你把我拉着，咱们3个坐一块儿，就是说什么都可以。这句话就我说了，就跟没说是一样的，主持人，你知道吗？我为什么就没有这安全感？因为我毕竟我离婚了。你是跟他经常见面吗？不是经常，但是偶尔也会见过那么1、2次面。那朋友之间你不可能说总不联系吧，对不对？是单独见面，还有其他的朋友？有的偶尔的话也会单独见面。OK。我为什么我这么敏感？主持人，我前夫就是因为出轨了，我只是不想让我俩这段感情再重蹈覆辙。然后还有就是，他前一阵不是做手术吗？他手里没有钱，差点钱。他都没有跟我说，他去跟他女闺蜜去借去了。你说那你做这是什么事儿啊？那你觉得你女闺蜜比我还亲，那你就直接跟他过就好了。你什么事儿你都不跟我说。不，你说我一个男生，我是他男朋友，我跟女朋友张嘴借钱，我是做手术，那不感觉有点让人瞧不起吗？是不是？那你说，那我朋友，我哥们儿，你借我点钱，我到时候还你就完事了。兄弟朋友之间不很正常吗？我是你最亲的那个人，你要摆清好不好啊？你有什么事你就应该跟我说呀。你就转过头，你去跟你的闺蜜。有可能你不会有别的想法，你不会看不起我、瞧不起我，但是我会担心呢，对不对？我不想张嘴管你借钱呢。行，这闺蜜的事说完了吧？没别的了吧？还有啊，我觉得他送外卖挺辛苦的。我就认识一个西餐厅的老板娘，我说你去那里去工作吧。然后他平时也喜欢喝酒，他那个店里边有一个就是吧台可以调酒嘛。我说顺便学一学，以后即使你不在这干，你有个一技之长，你当个调酒师不也可以吗？我处处都为他去着想。然而他呢，干了1个月，调酒师什么的没学明白呢，人家跑了，你知道走了，你知道吧？他那根本不是说替我介绍工作，那就是借着给我找工作的名义去监视我，你知道吗？你去哪有监视你自己没有原因吗？然后那个老板娘跟我说，他平时跟前台小姑娘开玩笑，然后聊天，还有一个外地的小姑娘就对他产生了好感，对他有意思，还对他表白了。别说的那么过分行不行？那你说都在一块上班，那同事之间你唠唠嗑，那不很正常吗？对不对？你是有对象的人了，你应该拿捏这尺度的呀。哎呀，他平时还有个毛病，爱买彩票。你想一夜暴富吗？你还是在白日做梦啊你？你想买彩票分怎么买？他怎么买？你告诉我。我认识他这期间，他都花了大几千了买彩票。1年？对。我买彩票，我也不是总买，我也不是天天买，我就是偶尔我在这儿我不忙了，正好我路过，是吧？我进去我打几张，那你说我中了，哎，那是不更好？我还能挣点小钱。那你说我就没中，10几块钱、20几块钱，那我花就花了，我当做公益了，不也挺好吗？那我就觉得你这一点就是你还赶不上我前夫，我前夫还知道踏踏实实的呢。那你就想一夜暴富？我每天我也在工作呀。我也知道他想通过就是。不是你想多了，你发现没有？其实你已经越位了，哎，你已经开始管理这个小伙子了。我有话我想问他，你看中了他什么？就是感觉东北女人性子比较直，说话不拐弯抹角啊。东北女人那么多呢，但是就是有眼缘呗，聊聊天就聊得也特别合适，聊得来。就是我们俩没事还愿意唱唱歌什么的啊，就是有点共同兴趣爱好啊，唠嗑也能唠一块去。现在呢？现在凑合吧，凑合了啊！你看中他什么嘞？倒是我觉得挺符合我的审美标准的，平时也挺细心的吧。
有的时候我们出去旅游呀，我晕车嘛，然后会给我备些什么，晕车药呀什么的。好，明白了。今天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觉得你付出了很多，他没给你回馈，你想分手。对。他想跟你分手，你愿意吗？其实不太愿意。哦，不想分是吧？对。其实分手私下里分了就行了，肯定还有舍不得，所以才来这儿。我心里有好多不舍吧，然后想听听导师们的意见。懂了，老师们，你们看看该怎么办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他才30岁，这个男孩子他为什么要承担这些东西？好恐怖啊！你上来用的所有的词藻都让人觉得非常的压抑。小王女士，你说他是我的所有，我一直在付出，这种话我听着我都很害怕。如果今天有一个或者是我的伴侣，他对我说你是我的所有，天哪，你说的话都太沉重了。还有一个，你想要2全，对不起，我至少在我这儿不可能给你2全，因为爱情保卫战保卫的是爱情，保卫的不是个人欲望。你说他的前女友把他当成提款机，我觉得你不止把他当提款机啊，你让他做的事情太多了。你又要求他共情你为人父母，又要求他共情你在你的前夫面前保护你，你让他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已经远远超出了他只是在跟你谈恋爱这件事情。你说你一直都在付出，但是你的付出让他觉得是付出了吗？他觉得他被爱了吗？没有。他说了，我觉得你在监视我，我觉得你对我的要求有点过分，我觉得你无理取闹，这是你的付出得到的所有回馈。但我觉得我的方向应该是对的，我不想让他那么辛苦什么之类的呀。不是方向的问题，是你的一切的作为都不是为了让你们2个好，只是让你更好。小王，咱过分了，咱要求的太多了。你前夫是你女儿的亲生父亲，尚且做不到这个不是亲生的，你如何要求他做到？我女儿在我前夫那得不到爱哦，我就想让她给予父爱。凭什么呀？你凭什么说就让说你要找一个依靠，他就一定要当你的依靠啊？他没有这个能力，姐妹，你找错人了。你要放过你自己，你也放过他。你自己明明是说的是，你觉得现在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你想过你自己的生活，你想去谈恋爱，那你还是没有过新的生活呀。你把所有的一切全部混为一谈。他已经努力去做了，不管做什么都是没做到位，不管做什么你都是做错的，什么都是错，不如不做。就现在你俩这个恋爱真的不谈也罢。男生，你恋爱谈的在你的范围内是有意思的，痛并快乐着，该给钱给了，该给时间给了，但是你给不了任何一个女人她们想要的稳定的生活，还有责任和担当。所以我倒建议你想想你到底要什么。如果你仅仅想谈恋爱的话，也许它不适合你。其实对于女生来讲一样的，结婚对象你是选错了，但恋爱对象你选对了。他真的能给你恋爱的感觉，你只要不对他有任何跟婚姻相关的责任要求，都可以。婚姻相关的责任要求是什么？照顾孩子，他没有，做不到。你所说的责任和他所说的责任就不一样。他所有的人都是朋友，我都可以以哥们儿相处，无论男女，大家都是朋友。朋友有钱了我借，我没钱我找朋友借，特别好的恋爱玩伴。我已经过了恋爱的时。但是你选的这个对象，他就是一个拿来恋爱玩的人，他没有你想要的婚姻的责任担当。什么未来要跟丈母娘寒暄啊，他做不到。所以你现在不妨想想，你真的想要结婚，还是你觉得你就想谈个恋爱？如果你仅仅只想谈恋爱，开心一把的话，他可以，你别对他有那么多要求。但是对于我来讲，至少我作为一个局外人，我听到的就是你真的想要一个家了，但你不知道怎么去经营一个家。但是你真的想玩，你没有想要家，你就不要去霍霍他了。我先说一下女方吧，你要的东西要不到，因为你不配。这个配不是骂人，因为配的东西呢，它是自动的就会回到你身边，不配的东西要也要不来，要不来怎么办呢？还要努力，然后就会出现用力过猛，
作了，开始。首先，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的配得感是什么？我们有没有那份温柔？有没有那份情感的价值给到对方？有没有那样的魅力让对方魂不守舍？一定是，当你拥有的时候，自然就会得到。当你歇斯底呐喊的时候，都是你不配得的，要么就是要错了方向，或者就干脆不该要，也就别作，折腾谁呢？自个累吧。不要像一个枯萎的花朵里要曾经的芳香，它本来就没有，怎么努力都没有。女朋友难受了，你是怎么想的？如果你想跟人家结婚的话，丈母娘说两句难听的话，我也能忍，因为我爱她。老师，其实你别解释，我只能说你爱的还不够。所以啊，如果你没有打算和他走入婚姻，没有这个计划，如果你没有那么深爱他，请你离开他。有一天他会更疯狂，管你要一些你根本给不了的东西。我完全不同意于老师的观点啊！我并不觉得爱情可以无所不能和伟大到一，他妈妈出言不逊对他就不还嘴；二，他的女儿病了，然后他前夫都不到场，他要赶过去。爱情没那么伟大，你也没那么重要。千万不要再助长他的这个气焰了。他现在就觉得他什么都是错的，他对他什么都是应该的，并不是。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对你的爱是应该的，人家不欠你的，凭什么呀？孩子的亲爹都不尽的责任和义务，你让一个跟他毫无血缘关系的男人去尽，你怎么想的呀？因为我跟前夫也没有任何的联系，他也不看我女儿，所以就不联系。所以呀，一个亲爹尚且如此，你怎么要求他？你刚才那个话有一话让我特别生气，说啊，你这样你还不如我前夫呢，我前夫都踏实肯干，踏实肯干，1个月1000块钱的抚养费才给1半啊。有你这么损别人的吗？你特别的双标，你知道吗？面对你妈、你女儿和你前夫的时候，甚至是你前夫，你都不说一个不字，到他这儿什么都不对。先是你妈妈对他出言不逊，他和你没有结婚，那就是女朋友的妈妈是我尊重，我去了，我都已经去了，你妈妈还是一副瞧不起我的样子，怎么了？你为什么不说你妈妈？你为什么要求我？我觉得每个父母都想让自己的女儿过得好一些。是的呀，你妈妈想让你过得好，不能把你过得好绑架在另外一个男人身上吧？那你妈妈应该说你，你怎么不争气呢？凭什么骂这个男朋友呢？我也在努力呀。你这话就聊不下去了。咱俩说的是一件事儿吗？你都给我整乐了，我也在努力。我的意思是，他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我是你的母亲的话，我一定会说，你有问题，你怎么找了这么一个，是你的问题，我不会说别人的，不是说你没努力，它是对内而不是对外的一个批评项。所以我说的你的双标，就是你对自己所有血缘关系的要求都是非常非常低的，他们做什么都是对的，但是他不是，你对他的要求非常之高。你对他的要求甚至超过了你对你前夫的要求，我不知道你咋想的。真的，我要是他，我一句话怼回去。你没有办法对我的孩子做到视入己出，是那个亲爹尚且如此，你怎么要求我呀？所以我就跟你说一句话，你如果再次想要选择一段感情的话，就是纯纯粹粹因为我喜欢你，你喜欢我，而不掺杂所有说我要把我的人生、我的孩子、我的父母以及我曾经受过的情伤都绑架在你的身上，让你来承担我整个人生，那样会压得任何人都喘不过来气，甚至都会把你推开的。谢谢莎娜老师。来，帮猫团的老师们，我想跟男孩说掉头走吧，就麻利儿的立马的，因为他是在背着他的人设、他的过往在跟你交往，而现在慢慢的，你不觉得他要把所有的烂摊子都压在你的身上吗？他找你是要找一个救生圈，
而你的这个救生圈，其实女孩她只能承担你的2个人的分量了，多一个都承受不了。而且你在这个过程中还不断的用自己的这些奇怪的思维方式把这个救生圈扎，现在完了，她力不从心了，她连你都承受不了了。所以我就劝你掉头走，这不是你能 hold 住的一个局面，好吧？作为广电帮帮团，我帮帮这个女孩子吧。我希望你认清一点是，你们现在是恋爱关系，恋爱就恋爱，不就谈个恋爱吗？不要用婚姻的标准去绑架他。如果你想再婚的话，咱不心存幻想。你别说恋爱承载不了你今天要的这些，你婚姻也承载不了啊。你的需求是什么？第一需求叫医生，要帮我疗愈第1段婚姻当中我受的伤。第二，讨债公司，帮我问我的前夫，把我前夫的父亲借我父母的钱给我追要回来。第三，我要一个特别好的男保姆，而且要投入情感的，对我闺女好的。这可不是一段婚姻能承载的。你先想清楚。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其实听了导师们说这些话吧，我觉得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然后需要改进的地方吧。但是他们说的也许是对的吧，你只适合谈恋爱，不适合婚姻。也许你会遇到一个更好的吧。我现在我也比较迷茫，我也不知道我们未来到底该怎么才能走下去。你掌控我，你占有欲你太强了。挺好的，你挺好的，不是不好，是你的要求太多了，你要降要求。婚姻都承载不了，你别说谈个恋爱了，对吧？谢谢两位，请回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我们预测一下，双不出，一样双不出，女不出。我怎么觉得会双出呢？这也是一个可能。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散了也好，按照各自的追求再去重新开启，祝他们能够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真正的爱情。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看电视享5季，选中国广电。谢谢老师们给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也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容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